早就带一班兄弟来吃吧。来，进来。来，这里来啊。来，坐。大豹，你是不是警察的线人？你听谁说的？龟公王被打伤了，妓院被警察查封了，是不是你做的？你真的认为是我做的？如果我是警察线人，你们早就进去坐牢了，还等到今天啊？大头，你跟我认识那么多年，我的人怎么样你还不清楚啊？到底是谁在背后搬弄是非的？如果不是你的话，那肯定就是刘13了。也是你这臭人渣！你嘴巴放干净一点。班长，今天早上大小眼去见了一名叫大头的男子，然后带了一群混混到了林正义的包店。我觉得他们是来闹事。Madam， 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？不能让大小眼知道我们在跟踪他。这几天我老是看到刘13在龟公王的妓院外面转来转去的。昨天警察来到之前，我还看到他在那边呢，鬼鬼祟祟，肯定是他报的警了。大豹，13少在哪里？他是出了名的卑鄙无耻的，他的话你也信？妈的，你说什么屁话？昨天不止他一个人看到13少，先把他交出来。他不在，肯定是做了亏心事，躲起来了。大头，你给我一点时间把这件事情查清楚。如果真的是13做的，我一定会把他交出来给你。到时候人都不知道跑去哪里了，你怎么找？找个屁呀！你不把他交出来，我上你家找他。走！你们不要乱来啊！大头，你真不给我面子！我就是不给你面子。妈的，抓住他！你走，别跑，快跑！你抓我干嘛？你这样子还吃得下 Why not？咸鱼口味的要不要？ ？No thanks。志云，查证组那边怎么说？法政组的同事在搜查命案现场的时候，发现房间本来留下了很多血迹，但已经被人清洗干净了。凶手杀人以后还能这么冷静地清洗现场，看来很专业。现场没有挣扎或者打斗的痕迹，他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杀的。所以凶手一定是猴子认识的人，而且还是个熟人。会不会是他的同伙要杀人灭口？我觉得那个大小眼很可疑。大小眼，本名欧永泰，年龄46岁，无任何职业。我们怀疑他在从事拉皮条的活动。我怀疑他就是 Bravo Mill。有一件事不太寻常，凶手的杀人手法。解剖报告怎么说？大小眼在发现尸体的时候，死者的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了6个小时。法医也断定死者是在昨晚凌晨5点至早晨7点之间被杀害的。所以从时间上看，几乎可以排除大小眼是凶手的可能性。可能是其他伙伴下手的呢？死者是被刀刺中下腹致死，凶器是一把大约18公分的刀。他的刀伤都集中在他的下腹和下体四处的部位，尤其是他下体，被凶手刺中了很多刀。假设猴子是被伙伴杀死的，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？他们用刀刺猴子的下体，是不是想惩罚猴子嫖妓过度？从凶手的杀人手法看来，他内心充满愤怒，甚至带有仇恨，这比较像是复仇的行为。凶手可能曾经被猴子伤害过。狼，明威，
大小眼被释放后跟踪他。 Yes, madam. Ma'am，法政组的同事已经进行 DNA 核对，找到吻合的人了。他的名字叫傅洪博，20岁，无业，是名残障人士。洪博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？乐玲告诉我的。对不起啊，那天的事，我只是对你妈妈比较好奇，我没有恶意的。其实我没有怪你，对不起啊，是不是吓到你了？有一点啦。哦，我帮你吧。照片里的女婴是叔叔和妈妈生的女儿。啊？那她现在在哪里啊？她在刚满1岁的时候就发生意外，死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那时我正在客厅里做功课，突然听到妈妈大声的叫喊，我急忙跑到房间去，看到妈妈抱着小妹。这意外是怎么发生的啊？医生说，小妹睡觉翻身时，因为头部向下，才会窒息而死的。发生这样的意外，的确是很不幸哦。难怪你妈会这么伤心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妈妈就怀疑是我和乐玲故意把小妹的身体翻过来，害死了小妹。啊？为什么她会这么想啊？我不知道。难怪你叔叔对你们这么恶劣，你妈都不闻不问。原来是因为这件事啊。这些年，你和乐玲一定受了很多委屈吧？不过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。我每天都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忍耐。毕竟我们前世做错了事，只要这次把债都还清，我和乐玲就会没事的。可是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还清？到底要怎么做我们才能结束这一切啊？洪博，你别难过了。谢谢你。没事吧？你说嘞？出去再说吧。等一下，打个电话回家报平安啊。13啊，我没事啊，你不用担心啊。啊，等一下回家才跟你说啊。你记得啊，等我回家不要到处乱跑啊，知道吗？走吧。原来刚才你一直在外面看的，为什么不干脆等我被人家砍死才来收尸？你要我冲进去救你，那
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线人。他们已经怀疑我是线人了，快混不下去了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不是那个大小眼啊，那个人渣说我出卖龟公王。他要污蔑你，你应该有什么证据，要不然没有人会相信他。大宝，龟公王的案件跟你有关系吗？哎，不是连你怀疑我吧？我只想确定你跟这个案件无关。龟公王跟我交情不错，干嘛无缘无故打他？你以为我神经病啊？其实啊，那个臭人渣嫌疑更大。怎么说呢？他跟龟公王因为生意的关系啊，早就已经不和了吗？之前啊，他还去过龟公王那里闹事。像这种卑鄙无耻的小人，肯定记仇啊，一定会再回去对付龟公王的吗？那家伙啊，那天还在我这里搞三搞四啊，我迟早要找人来修理他啊！咬我，去死吧！害我钟爱之，去死吧！去死了！走了，你快跑，快跑吧！大小眼，你敢在我地头乱来，你是不是不想再牙龙混了？滚！你们给我小心一点！呸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快跑！哎，死神，你这个臭小子！那你逃走的时候，龟公王有没有受伤？我有推他一下，不过应该没事吧？这几天我老是看到刘石山在龟公王的妓院外面转来转去的。昨天警察来到之前，我还看到他在那边呢，鬼鬼祟祟，肯定是他报的警了。你想到什么？我越想越觉得是他打伤龟公王的。他刚才不是说过，警察突击龟公王的妓院的时候，他刚好在场，就表示他也有嫌疑吗？哇，还想嫁祸给我，一定要查出证据啊，把他送进去坐牢啊！既然我们有同样的目标，你帮我一起查。你们那边查的怎么样了？我们找到一名男生，是他？你认识他？之前在帮他找失踪妹妹啊，你们怎么查他？我们从绑匪留下的一顶帽子里找到他的头发。不可能的，他是个残障人士，坐着轮椅的。请问你是哪一位？要找谁？乐玲，你怎么了？那个男人你认识啊？我的亲生父亲傅顺良16年前去世后，他的母亲何雅芝就开始跟大小眼同居，不过他们并没有注册为夫妻。哎，我看大小眼一定是戴了红婆的帽子，所以你们才能找到他的头发。现在有证据，怎么还不能抓那个人渣？这证据根本不够。再说，我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所有的绑匪一网打尽。希望那两兄妹有见过他的同党。他们的母亲呢？整天躲在房间里念经啊，完全不跟人家讲话的。我觉得啊，这里有问题啊。现在阿妮刚好跟那两兄妹在一起，希望可以问出一些头绪。喂，怎么？
洪波，跟你们介绍，我表妹小馒头，她跟我一样是专门寻找失踪人士的义工。请问你们认识这位男生吗？他外号叫猴子。我们要找人，可能是认识你叔叔的。不认识。那你们的叔叔有没有什么常来见他的朋友？我从来没看过有人来找过叔叔的。他没有跟你提起过任何朋友名字。乐玲，你呢？有没有听过？没关系，我可以跟你母亲谈一谈吗？何女士，可以开门吗？我们有话要问你。你死得好惨，你死得好冤枉。何女士。你不用怕，妈妈一定会帮你报仇，我会让那些害死你的人痛苦地活下去。朋友，何雅芝自从小女儿死了之后，就觉得是洪博和乐玲害死她的。为什么他这么肯定女儿是被害死的？我也觉得奇怪。 baby 在睡觉的时候自己翻身，结果窒息而死掉，这种意外事件也是有发生过的嘛。况且当时他们年纪那么小，哪里有可能做出这种事？所以啊，我猜哦，可能是他自己害死了女儿，接受不了现实，所以就迁怒在洪博和乐玲身上。难怪他会对他们这么狠心。他们也应该对何雅芝和大小眼抱着恨意吧？那倒没有哦。 妹妹是个很温顺女生，就算被欺负啊，要讲也讲不出来了。哥哥老是说他前世做错事，这辈子啊是来还债的。对哦，不管那个继父怎么欺负他，他都觉得是应该的。他怎么会这么说呢？他说跟妹妹前世是绑匪，绑架了自己的妈妈跟大小眼，这辈子受苦是应该的。我妈妈和叔叔在以前曾经被绑架过。 绑架？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？大概30多年前吧。他们是被我和妹妹绑架的。或许他就是要用前世今生这个借口来安慰自己，好让自己不反抗，毫无怨言地接受这种痛苦的生活。你们是说他拥有前世记忆？我怀疑他有妄想症啊！哎呀，他们真的是很可怜的。 我看在这里啊，是查不出他的同党啊，直接逼他自己讲出来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刚刚看到有个男人去他们家。这个男人不懂是做什么的，不过乐玲看到他好像很怕的样子。怎么了？不知道，他们都说不认识。不认识，不认识，怎么会怕他？ 是不是要隐瞒些什么？他长什么样子？戴个帽子，还有墨镜，神情很冷酷，身高好像在175公分以上。是不是刚才从电梯走出来的男人？乐玲一定是见过他，他跟大小眼应该是认识。 这名男子大概45岁，身高1.75米。Madam，
这名男子是绑匪之一吗？我怀疑他是上次跟我交过手的查理梅尔。这些绑匪的年龄和背景都非常的相似，我相信 Charlie Mail 应该有犯罪记录，犯过跟暴力有关的罪案。他用的都是泰拳的招式，我们可以从泰拳武馆找起。巴伦开始找。OK。现在大小眼的嫌疑最大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他叫回来审问一下？还不是时候。他像是一盏指路明灯，带领我们去找其他绑匪。从警局出来后，他就不停地在打电话，好像在找人，可是却联络不上的样子。I can smell his fear from here. 他看起来的确很害怕。你猜，他到底想联络谁？他应该是要联络他的同党。可是他的同党又不接他的电话，那表示他们之间应该出现了什么问题。假设大小眼不是杀死猴子的凶手，那他现在应该觉得害怕。他害怕成为下一个被杀的目标。现在到处啊，风声很紧啊，大头那帮人全部已经放出来了，到处在找你啊。你们暂时住在这里吧。阿金呢，跟我是多年的朋友，绝对信得过的，没有人知道你们躲在这里的。大伯姐啊，如果他们找不到我，会来找你麻烦吗？这个你不用担心啦，他们呢，绝对不敢对我怎么样的。大宝姐，那我们要在这里躲到什么时候？我会尽快把事情查清楚，到时你们就可以离开了。放心吧，我很快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。大宝姐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不相信你。小娜不是这个意思，她也觉得很对不起我们，连累到你。其实啊，13这次啊，搞出那么大的事情，我真的很气他。但是我又觉得有点开心啊。为什么你会开心？我们整天说他是胆小鬼吗？没想到啊，这次竟然会为了自己喜欢的女生啊，搞到那么大的事情啊！可想而知啊，他是认真的，对吗？大宝姐啊，你需要这样直接吗？难得你胆子变大了吗？终于像个男子汉了，我当然开心了。小娜，13呢是我的家人，你现在也算是自己人了，所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所以千万不要说连累我，懂吗？大宝姐，自从我妈妈离开了以后，我就没有感受过这种温暖的感觉了，真的很谢谢你。大宝姐，什么事？有话就说啊。大宝姐，再过这么多年，我没报答你，还让你添了这么多麻烦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什么不好意思？你惹的麻烦还不够大，我还有办法可以解决的。其实，我还是那没有用的胆小鬼，自己闯了祸不敢去面对。什么？就算你现在冲出去啊，面对大头那帮人，也是有理讲不清的，因为你始终啊出卖了龟公王。我知道，我对不起他，
等我找到那个打伤龟公王的混蛋呢，我再看怎么解决这件事。大宝姐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干嘛？我又没有要你改变什么。人呢，最重要是做回自己，才会开心自在，懂吗？走啦。大宝姐，小心一点啊！知道了。Madam， 我查到一名可疑人物，沈洛奇，又名 Rocky， 45岁，单身，现在在一间泰拳武馆担任教练。沈洛奇曾经是一名职业的拳手，在15年前的一场比赛，他将对手严重致残失聪，从此以后取消了职业选手的资格。6年前，沈洛奇涉及一宗严重伤人案，后来因为证据不足，被判无罪释放。看来那些被虐打的女人质都是他的杰作。真的很难想象，他的拳头落在女人质的身上，叫他们如何承受。郎，你可以把大小眼带回去了。沈洛奇先生，重案调查组胡小门。请问你认识照片里的人吗？他的外号叫猴子，本名许建邦，在昨天凌晨时分被人杀害。我们确定，他跟一宗绑架案有关。大小眼，本名欧永泰，在昨天案发时分，他刚好在凶案现场，现在已经被我们带回警局审问。请问，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你肯定？他说他认识你呢。其实我们能找到你，是因为他提供的消息。他还告诉我们，你跟猴子的关系很好，或许会知道他牵涉绑架案的事情。我不认识这2个人。不好意思，耽误你的时间。想到什么，随时联络我。妈的，你不接电话，最多我跟你一起死。看来有人好像惹上麻烦了。2位朋友，找我什么事啊？欧永泰先生，我们需要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，协助调查一宗命案。喂，不是怀疑我杀人吧？我告诉你啊，猴子不是我杀的啊。放轻松，现在又没有人说你是凶手，先跟我们回去再说吧。走吧。我自己走。大妈阿姨，13哥哥为什么突然离开？发生了什么事？他跟小乐姐姐去玩喽。哦，我知道，他们去度蜜月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阿 B 真聪明啊！回房间做功课啊。哦。大宝姐，反正13少不是打伤龟公王的人，你就不要那么担心了。大头那班人呢，不是跟你讲道理的。
所以只好暂时让他们避避风头，走一步看一步了。你周末叹气？哦，我突然想到洪博和乐玲，我想，如果我是他们的话，过着那样的日子，可能早就死掉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洪博那么痛苦，也要坚持下去啊？他是为了他的妹妹才坚持下去的。他是很爱他妹妹的，所以不管有多痛苦，他都要撑下去。你忘了我跟你说的，人啊，如果只是为自己而活，那是一件很可悲的事啊。所以咯，我比他们幸福多了。我还抱怨这个抱怨那个，我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你知道就好啊，终于会想了，开窍了啊。所以大宝姐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不会再那么悲观的活着，我一定要积极的活着，而且活得有意义。你这样想就对了。我想过了，我一定要帮洪博和乐玲离开那个可怕的家。不过这不容易啊。但是你肯坚持的话，就一定能够帮到他们的。小娜，什么事啊？啊 ？OK， 你暂时不要离开，等我到了再说。大宝姐，发生什么事？13时钟了。认得这顶帽子吗？很眼熟嘞。谁的帽子啊？我们在这顶帽子里找到一根头发，经过 DNA 核对，证实是属于一名叫傅洪博的男子的。洪博的帽子怎么可能在你们手上啊？那奇怪了，他犯法了，做错事了。我们是从一名绑匪身上拿到这顶帽子的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他是个废物，坐在轮椅上的，怎么可能是绑匪 ？Hello， 用一下这个。是啊，我们也不认为他是绑匪。或许是绑匪拿了他的帽子来用呢？是了。谁会拿去用啊？喂，你们两个啊，不要这样盯着我啊！之前怀疑我是杀人犯，杀了那个猴子，现在又怀疑我是绑匪，不要胡乱冤枉好人哦！我是好人啊 Hello，cool down， 我们又没说你是绑匪。这大小眼真的蛮会演戏的。这是意料之中的反应。认识他吗？认识啊，他叫 Rocky 啊，叫泰拳的。不过我跟他不是很熟啊。Really？ 可是他却说你们已经认识了很多年。喂，你不要听这个大嘴巴胡说啊！他跟那只死猴子才是好朋友啊。那你知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不是很清楚那死猴子的事，我只是走衰运，不小心被我看到他的尸体。他是绑匪也好，被人家杀死也好，全不关我的事啊。You know what？ 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说过猴子是绑匪。我只是胡乱猜测而已嘛。那猴子不是做了什么大坏事，怎么会被人家杀死啊？对不对？我们看到大小眼尝试在联络一个人，从他的手机电话记录里，我们查到了一个号码，证实是沈洛奇注册的预付卡。可是我不认为大小眼刚才联络的人是沈洛奇。之前 Rocky 到了大小眼的家，显然他在找大小眼，而大小眼有意避开他。那他到底在联络谁 ？Alpha Male。Alpha Male 的确很谨慎，连自己的电话号码不给同党，他不相信任何人。看来自从猴子死了以后，他们就开始互相猜疑了。至少大小眼和沈洛奇是这样。既然
他们那么想除掉对方，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。1个小时后释放大小眼，我们等着看好戏。大宝姐，13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，他真的不见了。他离开之前跟你说了些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他什么都没有说，就突然不见了。你先不要慌张，让我们冷静的想想，13到底会跑去哪里呢？他不可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就这样跑掉的。13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。我知道，我也相信13不是这样的人。其实，我还是那没用的胆小鬼，自己闯了祸，不敢去面对。什么？就算你现在冲出去啊，面对大头那帮人，也是有理讲不清的，因为你始终啊出卖了龟公王。我知道，对不起他。龟公王到底是被谁打伤的？最好老老实实的说出来啊！我答应过13，不能说的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？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快说！给你开啊！你还关小兰干嘛？你的妓院已经被警察扫荡了，要是关的话，他还是无家可归，他跟我更好啊！哦，原来是你报警的！你这个臭小子，竟敢出卖我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快跑！13，你这混蛋！混蛋！快跑！别打了！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了！放手！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了！放手！龟公王！大家分头到处看看，快跑啊！快跑！这13真的是乱来啊！搞了这么大件事，竟然还想要隐瞒我。大宝姐，13会不会是被警察抓走了？我答应你，我会做个真正的男子汉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傻瓜，一定是跑去自首了。走。猴子不是我杀的，那你为什么报警？我发现有人跟踪我，我当然报警了。我说的都是真话。那警察怎么查到我的？我不知道，总之不是我说的。我信你。没有我的指示，不要行动。大点声！Now。
骄傲的风，那些曲折完整梦的内容，在周刊那运用，终将为我拉开气势如虹。这一次我不再惶恐，把倔强握在手中，握在手中。我用沉默打开了天空，谁的脸孔蠢蠢欲动，谁在惊悚，谁在被我感动。我用微笑回应嘲讽，谁在放纵，那是虚荣，还是不安在跳动？现实背后不全是笑容。